他们现在目前的磨合已经越来越流畅了。是的，辅助 SS1 萨摩耶 TT 青山。射手 SS1 Yuri TT 坤坤。中路 SS1 开心海豹 TT Z。打野 SS1 张萌 TT 牛牛。单人路 SS1 萌妻 TT 星。在此前的比赛中 ，TT 战队的手感愈发火热，让我们看到了老牌战队的稳定发挥。而 SS1 战队呢，也迫切的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适应在联赛中的能力。今天究竟谁能够更胜一筹呢？我们也是召唤师峡谷见真章。OK， 那想问一下伊利亚，之前萌七在 KPG 的时候也这样吗？反正这个赛季我看见萌七有这么多整活，我也很意外、啊，也很意外啊。那还是有点反差呢，跟之前。那萌七他确实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点，就是他在上路的这个 solo 赛，在对线上还是能给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的。但其实我们在比赛里面会看到，萌七他这个上路明明在 solo 赛里面发挥很好，在对线上不错，很细，然后但是在比赛里面有些时候，可能在一些团战里面还需要加强，就是1v1和5v5的本质上的区别，对吧？对。来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一场啊！今天的第2场 BO3，刚刚那场拉满了，也算是我们最近打的非常精彩的一局，因为没有说哪边是特别碾压过去的。是，而且我们也能看到，现在不管是 ACE 还是 SS1 这些团队，他们的配合越来越好了，而且他们的成绩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了。是的，然后对于 TT 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赛季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对手。他们对手名字叫做 FP， 对10-0的一个战绩。然后 TT 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去找回自己的状态。我看刚刚还有人聊啊，说就是昨天青山去打上路，然后小白打野这样一个从位置上去尝试，做了一个这么样的尝试哈。但昨天确实打上路的话，感觉青山没有在辅助的位置发挥的那么亮眼，是有点偏蓝领的同时，好像就是对于那种计算对线的精准度还稍微差一点。对，但是之前维新在上路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的嘛，就他们团队，就其他团队在打他们的时候，特别喜欢抓维新内路，所以维新一直要扛压。而且这个赛季我们上路选的英雄最多的，应该就是像什么奎桑提呀，然后包括最近兴起的老司机这些，你可能偏功能性、偏开团，然后偏上路抗压的英雄。这个其实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维新的整体就是上路的玩的那些英雄，象性有点不太对，有点不太对。维新就想到他是那种青钢影啊，鳄鱼啊，就是那种他在上路他得承担战士的职责，但他得能操作，能压制对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TT 的5名选手，他们都是操作非常强的。是的，个人能力都特别厉害。然后看今天又换回来了之后，青山能不能发挥出来自己完全体的状态？是的，当然我觉得我们看到SS1 他们团队就是画面也给到开心海豹，我觉得开心海豹整体的，无论他是 ID 还是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都挺萌气的。对，看着很开心。是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们对整体感觉他们的象性也很搭，因为萌七就是那种喜欢恶搞的。我刚刚看就他们对打野其实也是感觉就非常可爱，就是走一个路线的。对的。就我看兄弟们有人在串哈，不能这样。我们用的是红魔11S Pro 系列，全球独家风水双冷旗舰，游戏性能天花板，专业玩家选红魔。我们看到现场是给 TT 加油打气的，拿着小旗。青山，
我觉得 TT 的粉丝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其实在之前、去年、前年就是基本是统治级别的在联赛里面。当然现在确实像11刚刚讲的，就是杀出了一个 FP， 而且现在 FP 的成绩遥遥领先，太顶了。对，而且他大部分的比赛他都是一个2-0的成绩。嗯。他不是说有些可能2-1啊什么的，现在也是统治级别。他无论从换线、团战到整体阵容的选取上，有点像曾经的 TT。对，有点像曾经的 TT， 就是无敌。而且现在对于 TT 来说的话，怎么先发他们也比较重要。毕竟现在 F 已经10-0了，非常梦幻的一个联赛开局。然后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场蓝色方 SS1， 红色方 TT。瑞兹先上了一个班位，左边青钢影加朗姆。那时光就不用说了。解说看弹幕，如果说绷不住了怎么办？这个我们可以选择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假装看不见。EZ，哎，这把很罕见的锁头，目前只搬了一个安贝萨，主要看泰坦和魏都在。对，主要看魏要不要搬，盲僧搬了。那这个锁头肯定要拿了，1楼直接拿魏。没有问题。但其实抢位的话，右边就是能选的挺多的。他们首先 EZ 不在，可以考虑去要卢锡安，对吧？然后打野位置上，努。包括鳄鱼最近的就是前3轮选择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没有赛季初期那么高了，但是还是高。对，而且先选鳄鱼，再选卢锡安，反正左边也不能再选努了。努辅助可以摇一手。对，努辅助是可以的。看我们直播3年了，那确实年限是有了，可以多发这种话，我们爱看。后台已经到账。豹女恶豹组合没问题，很优质的一个在中期对于 TT 来讲容易把雪球滚起来的组合。那要不双锁头一起拿了吧？波比，然后再补一个泰坦。但还是象性不一样，因为豹女这个英雄，她需要持续的去刷野、吃经济、找机会发育。但魏她更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前期得创造优势，对吧？利用她的大，然后在前期再给线上打出一些优势来。其实最近看到比赛里面，魏一般就是5级到7级的时间点，如果你能找到一波比较成功的机会的话，那你的第一波6分钟的团战就会比较舒服，那样有机会把血球滚起来。但是也有一些选到了魏。不过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开先手，然后就慢慢打到中期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大招好像也不是特别好用。阿卡丽，卡尔玛，然后卡尔玛 T 位放到很高啊，那卢锡安开在外面没人拿，第2轮有可能要搬掉了。刚才亮了一手卢锡安，但最终选择了卡尔玛。可能是觉得卢锡安有点怕魏，毕竟是手偏短一点的 AD。对，而且是在红色方的话不急吧。巴德，泰坦感觉也要补搬一手。这会儿有机会搬辅助了。我觉得前面前3个班位，他其实有点针对搬了红色方。包的。正常来说的话，他这个位置版本搬会承担的比较多，炼金。而正常来说的话，至少瑞兹这个英雄，很多时候是蓝色方搬的。对。包括盲僧这样的英雄，一般情况下右边那个位置是魏。瑞尔最近表现还不错，而且感觉就是有瑞尔的阵容，如果你手里面有第1强开位，然后他去承担第2个强开位，还能去隔断一下阵型。对，这个英雄特别好发挥。搬一手开团嘛，因为左边，但还好，我觉得左边的影响还好。左边开团其实够了，波比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团点，包括波比其实在那种野区团战里面的找机会能力特别强。冷不丁的上去直接把你的 C 位逼动到墙上，直接一套，控制时间还挺长的。把奥拉夫搬了一下，防一手上路的奥拉夫。打 AD 这个位置对于 TT 来说的话，如果能拿霞去打的话，风险会小很多，还是选择卢锡安。卢锡安可能就会面临着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魏强开起来了之后，你第一时间走不掉。是的，因为卢锡安这个英雄自保能力会比较差。飞机对位选，而且卢锡安配卡尔玛吧，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想法也是觉得这套下路组合在对线上优势比较大。没错。飞机阿卡丽的一个双 C， 看看最后
补个什么呢？哦，先选努努，先选努努，那感觉大概率还是个飞机。对，还不错，队伍里面的控制特别多。对，然后而且打团的画面也很足。霞，蝎子可以用啊，蝎子可以用啊。蝎子是可以上比赛的。对，只是没人用。对，只是比赛和 rank 里面的强度确实比较弱。前面 SMY 是有说他想用的赛前采访的时候，不过这把也确实没选，看看下一局会不会选吧。这把蓝色方的控制比较多，所以你像豹女、鳄鱼这些英雄，如果说进场的话，其实是会有被集火秒掉的风险的。对。最后中路选择到了一手加里奥，加里奥一定程度上可以去隔断你魏加上阿卡丽第一时间进场带来对后排的一个摧枯拉朽的那种斩杀能力。嗯，而且我觉得这版本因为有很多英雄可以飞来飞去的，其实对于整体，无论是在线上，然后包括打野位置，在前期都能找到一些很好的机会。嗯，昨天有跟猫聊一下。就是蝎子这个英雄，他是觉得辅助和上单出现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在比赛当中，有点不太一样。就像梅尔也是一样，梅尔在 rank 里面都是打中单的，但是比赛当中选手对于他的定位就是说，他可以打辅助，可以打 AD， 但是不能打中单，因为他站不了边线。是，然后包括我也问了一下，就是选手他们对于蝎子这个英雄怎么看？选手们确实也觉得这个英雄暂时可能很难上赛场，因为他控制的就是前摇太慢了，很容易给对手反应时间。是，基础伤害和基础坦度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英雄的机制导致了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比赛。嗯，我觉得双方阵容其实选取率都不错。啊，对，我们是全局 BP， 第一场2比1，然后现在开始的是第2场 BO3。当然，我觉得对于 SS1 来说，他们一直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自己对阵容的理解上，以及说他们的团队内的指挥上，一直有一点问题。哦，我也确实没有一个很好的老选手可以带领他们去面对有一些节奏上的调整。是的呀，来吧，看一下这一局进入到招式峡谷当中，中单的加里奥对上阿卡丽。加里奥这个英雄在单排的出场率不算高，我指的中单位置，但是在就是开黑的里面，尤其是5黑当中，他的登场率是很高的。为骑手直接在对面的 F 开野。下路前期红色方有扇子妈加上卢锡安的强对线组合，还是可以去推一推线的。哇，这位直接骑手把对面上半野区吃了。嗯，但是豹女也在吃魏的下半野区。两边都心知肚明，因为有视野可以看得到。现在前期的开野路线基本上是透明的，大家也都知道怎么样去插野，能够洞悉全局。我觉得可能豹女前期没想着要来吃对面的野区，正常刷野就好了，但一看自己上半野区没了。嗯，反应速度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换了一片野区，还算是比较能接受的吧。嗯。但是魏去了上半区一波，其实没有给波比缓解什么压力。哎呦，这一标，优瑞好像要被越了，兵线要赶紧推进来的话是可以越的。阿卡丽再往下路走，但根本来不及啊！这个血量 ，SMY 再来一标，直接扑上去咬了一下，差了一点点闪现躲开，躲一段伤害了。牛牛这一血拿的贼舒服。昨天那场比赛，昨天第1场他也是拿豹女了之后，在下路开启自助餐模式，上来抽2个人头，一标一个，一平 A 一个，上路维新溜了。对，身上闪现是没的，但好在技能是能保活的，所以他有大也不太愿意去抓他吧。嗯。主要是这一标吃的太少，他如果闪现把标躲开的话，还有机会等到阿卡丽过来，但是刚刚好吃到这一标了，周期斩杀线了。一标好准，但他刚刚确实是4面射服，没办法走。对，一面是墙，然后3面有3个人。努努带着霞来到中路去发育，这把换线时间也比较早，2分钟出头就过来了。来又来，天链子，豹女就在身后。这个标有点远了。嗯，海闪往后挪一波，
上路的维新，鳄鱼也在推萌七的线。现在对于 TT 来说的话，基本上是一个2路的线优，除了加里奥那边对阿卡丽造不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对他那一路虽然是，哎呦，这个位置2个人打得很深，开金海豹这里。嗯。他边有凹痕。来了，开包了。 兵线马上进来，这是一个近乎整波的兵线。哇，萌七想往外隔一下，但是有一点点隔不动，这里被咬住了之后，瞬间秒杀。再来圣枪洗礼，把兵线清掉，还可以吃镀层，一波非常华丽的转线。哎，中路这里找到一点时间差，亏一波线，然后能吃2个镀层。嗯。但是上路被吃的很惨。主要刚刚他们目标很明确，全部来抓萌七。 我们手游里面出英雄的速度其实已经算很快了，那至于妖姬这个点的话，可能还得等一等。对。更新频率上来讲的话，确实是已经很不错了。嗯，在前期6分钟之前，甚至4分钟之前，已经拿了2个人头。嗯，而2个人头全部都是豹女拿下的。鲁西安刚刚又是吃镀层，又是。 抢了一波兵线，所以现在经济上面领先了霞一些。而且这是 TT 最想看到的，就他们最想发育起来的2个位置。鳄鱼来下路继续发育一下，然后加里奥去上。加里奥去上的话，一会儿还得找一波比较好的机会才能把上塔给推掉。嗯。因为现在对线端来说的话，加里奥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压制能力。 对，所以就鳄鱼来到下路的话，其实也是给一下阿卡丽压力，但未来来下路了。主要来下路也想吃一点镀层，嗯，看看有机会的话就吃一点。维新老扛压了，老扛压了，主要是他知道对面的打野大概率在自己这边准备抓自己，所以他肯定是要归着去打。嗯，这样就是以防自己成为那个提款机。很稳健，但。 又是 TP， 然后闪现和大野都留得很好。嗯，玩的谨慎一点。就对于这种操作上限比较高的选手来说，肯定是要被针对的呀。又来了，咬住了之后，这里有一个反杀的空间，上来，开金海豹一丝血，哦，差了一点点。嗯，而且支援到这边来的队友，漫天飞羽，倒钩拉出来了之后可以走。这波下路2个残血，牛牛能不能一标扎过去？精准，给他预判到了。 对，脸上2个人头，他扎到了比较远的那一个，那帮维新挽回了一些。嗯，那第2组 F4刷新了，又是来这个位置直接吃了。嗯，中路可以往前推进一下。那这样的话，下路多找回了1颗人头。现在对于豹女来说，整体的节奏还是非常完美的，而且 TT 目前的优势也相对明显。对，而且豹女这样的英雄，你让她滚起来，他这个伤害力是拉满的。刚刚我觉得没有直接走，可能有比较大的原因是队友就在身后，所以想着就直接草里回城。不过纪律性确实可以再严明一点，就是退到塔后面回城。虽然浪费一点时间，但能保证自己不会豹女扎死。对，而且那边主要是身边队友太多了，上路直接开。两边换资源。 但是小龙赶过去的速度不够快，不过还好人比较多，而且这里 TT 的重心应该是来推一下上路的防御塔，萌七防不住，对，只能放。能不能留呢？闪现左标可以走，快走快走！成功换了一波资源，但是现在要赶紧回到中路去守一下自己的中塔。而且 SS 万想在中下半区找机会，这边青山身上挂了一个点燃，卡玛超人用来的非常的好。 倒钩拉一下，没有蹬到人，圣枪洗礼去打一套，萌七的大招空掉了。但是这里战局拖开了之后，好像不太好追。红四方的留人手段相对来讲有点匮乏。再过去反你一个蓝 buff， 牛牛这把玩的非常的享受。是的，纯享局。豹女一会儿应该要在野区里面频频出标了。对，因为他发育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点要像豹女爽局的。 很像路线发展了，就豹女爽局第1步，然后第2步就是奔着 MVP 去使劲儿。豹女这英雄确实是相对来讲很容易拿到这种比较高的 KDA， 然后以及中期的压制力雪球，一旦滚起来了 ，MVP 大概率就是他了。对，而且这个火龙的第1条小龙，其实对整个地形来说，它入侵野区也特别的舒服。确实。
那看一下 SS1 这边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因为经济其实已经拉了接近4000块了，3000多。3000多了，有点小多了，毕竟时间还很早，没到10分钟。对，你第一个资源刚打完。前面有兄弟说传统法师现在出的还有点少，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官方有没有什么那种收集建议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提一提。感觉这3个人再蹲，但身后有个周周。交闪脱开，但是有加里奥，这个感觉开了也开不死，反倒是被超凡之鹰全部拉了回来，打出一个非常完美发条大招的效果，再往正面去跟，没兵线，全冲过去想要去留，不过有闪现，不太好留。顺势叫先锋，那叫先锋的话，你这个先手的技能全部已经放完了，中塔就没了呀。又是一波 TT 的节奏，不过在下路开心海豹完成了一波对线的单杀，队友支援过来，来了。开心海豹应该是想送，哎，这个人头最后卡尔玛心灵烈焰直接把这个人头拿了。这边下路的防御塔也可以吃点镀层。那咱们那些传统的法师，什么凤凰啊、妖姬啊那些，我感觉如果出一出的话，比赛的格局有可能会产生变化。因为现在还是中单这个角度上，很少有法师能在比赛里面。上路周周在这边守这个防御，这其实 SS1 2个人去打周周，周周一点不慌的。我毕竟是个加里奥，他还能支援，他站边线的时候特别容易支援到中。刚刚这一波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孙武中了，反身咬住，其实反应的速度很快的，但是这里好像稍微有点低估了阿卡丽的伤害，所以又往前去走了一波，直接开大上去打，度也稍微差了一点，确实是队友也赶过来了，想着说自己去留一下。我觉得这波他也没啥问题，只能说人头的归属稍微差了一点点。如果是豹女拿这个人头的话，那就是赚。对，但豹女刚在下路自己单吃了一座防御塔。来了，瓜哥鱼身上蹬下来，直接反杀掉一个位。开心海豹这里还想去操作吗？操作不了了呀。再冲拳，不过也不太好留，阿卡丽太滑溜了。我俩该有什么地方？我没说镀层啊，刚才。那接下来这个小龙刷新了，而且 SS1 现在完全没办法过来看了。不过好在他们自己先留了，因为先拿了一条龙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第2条倒是没有龙魂的压力。是的。大师男爵登场。现在3座外塔全部推掉了之后，其实进入到一个入侵野区的时间。而且本身有卡尔玛的机动性在的话，豹女又是在野区里面可以给到就是你线上守线的人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是的。就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整体3路的兵线往前带一带，然后去入侵野区给到压力。这把对于 TG 来讲的话，中期的节奏已经把握得非常的好，而且可以看到雪球滚起来的时间点也是在中期滚得特别的快。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时间，这个经济差已经拉得非常大了。我们8分钟的时间看是3000多不到4000，然后现在已经来到了8000多。这个经济差其实左边有点没法玩了，除非找到一波很好的强开的。想要去换一下牛牛哦，不跳上去好了。不跳上去不会被换。阿卡丽真的已经在尽力的支棱了，而且可以看到蓝色方的3个人头全部都是阿卡丽拿到的。而且现在牛牛不在的情况下，是不是考虑看一下上路的龙啊？有点难，只能说。剩下的人状态还有点好。张王从侧翼赶过来，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啊。努努推球过来的时候，位已经先倒了，卢仙伤害也很高，而且加里奥第一时间支援过来了之后，蒙奇这里是有一个视野的，能看到。他好像也很难走啊，对，走不掉了。上来想要去换一下青山，一个撒的撒，这个盾放出来，换不掉。中路2塔直接往前推，现在好像到了 TT 自助餐的时间了。对，而且卢锡安猛猛发育了一波，现在伤害量拉满了。这复活时间，因为现在加里奥确实出的比较少，所以导致
也可以理解吧，就是很多的队伍你在这种局势里面面对一个就有加里奥的那一边，有的时候会忽视他的第一时间的支援能力。嗯，但辅助位置上现在还是有机会出到加里奥的。对的。拿完了大龙，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波的回顾。正面其实确实是一个，你如果说支援过来的话，能做到3打2。现在对于 SS1 来说有点无解，因为他们阵容也没有那种后期可以有机会翻盘的点。1-2的经济差，下路开一波，加里奥支援过来之后有没有机会把维新救下来？交闪了，交闪可以走，而且反身还能去收一下开启仙翼海豹。这波阿卡丽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蒙七也要被留下来了。一口咬掉，现在换了一个防御塔，拿个战略点，但是自己也没法走。而正面青山配合着坤坤已经推上了高地，有一个匣在手，只有一个匣在手不太够啊，都不用打人，直接推塔就完事儿了。卢锡安还是上来狂点了一波，想要去换，最后一下发现换不掉了，就直接推塔，恭喜 TT 首局拿下，流畅连贯，一气呵成，没有什么失误，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主要是把中期的节奏太好了。豹女在前期肥了之后，基本上围着他去打，然后正面如果漏一点破绽出来的话，其实就在钓鱼。是的，等你过来打 ，OK， 加里奥落下来。除了维新这把被针对的比较多，剩下的我们看到蓝四方唯一的一个能支棱起来的角色只有阿卡丽。对。但是阿卡丽她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嘛，就是你前半程如果稍微有一点没有打好的话，你中间的声音也不是很足，而且稍微有点吃队友吧，这把队友劣势太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仔细回想一下，你是想不起来这个匣有哪一波打了输出。对，然后波比那种，比如说正面5v5团战锤走2、3个，然后剩下形成一个人多打人少，这种画面没有，就是被平推掉的这一局。是的，而且能看到就是豹女她这种连贯性的发育起来之后，她给对面带来的这种压制性，它是全图压制。那基本无论从野区上还是辐射到线上的这种压制，包括团战里面的输出，就都是拉满的。没错，有豹女在的那一边，如果前期能够把先锋拿到的话，他们是可以借着先锋的威慑，我手里有先锋，然后我人多，直接把你上塔推了。但是我不用先锋，然后推到另外一边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控其他的资源，或者你转线抓我的队友 ，OK， 我先锋直接放中，再把中塔推了。这样的话，其实豹女优势，对面就没法玩了。因为豹女入野区，然后去标线上，那个压力实在给的太大了。就是标准的豹女优势局，就是左边很难还手。而且我觉得看下来的话，至少第一局打下来，包括其实 T 他们整体的这种打团能力也很强。是的。其实你无论是在打团还是边线上，感觉 SS1 这边没有太好的应对之法了，已经就是从开始他们没有处理好，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好再去应对了。我感觉应该是从那一波中路直接防御塔掉了之后，就有点没法打了。打到那个时间点有点没法打了。是的。当然，我觉得对于 TT 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现在调整越来越好了。是对他们只是在早期他们悍负2局之后，然后其实现在基本上面对很多队伍，他们都还是一个，我觉得只要是对，主要要看一下他们跟 FP 后面打的一个战果了，因为我觉得 TT 现在状态真的越来越好。虽然这一局我们看到维新在边线上面依然被抓了一波，就是抓了一波单1v1嘛。当时没打过，但是那一波我们就是回过头来看，其实队友已经赶过来支援了，他正面一定是留人的。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我感觉他的嗅觉已经算很好了，因为他前面浪费了魏非常多的时间，魏为了抓他那一波，在下路蹲了至少1分钟，就是他魏是在里面蹲了一波没抓到，然后又蹲了一波才抓到的。是的。而且，当然，我觉得这波其实也是因为蓝色方当时做的比较好嘛，他第一时间在下路，抓完维新之后，其实第二时间他的正面的队友也赶过来了，所以还牵制了对面队友赶过来的时间。对的，对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当然，我觉得 TT 维新这一路扛压，维新遇事不决抓维新这个画面，其实我们见到的还是挺多的。见到太多了，因为打 TT 的话，维新是一定会受到针对的。然后他现在的处理其实也算是越来越冷静了吧？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还能看到偶尔他是那种追着别人，但是不知道对面打野就在旁边蹲着，然后直接被两个人2抓1抓死。但是现在很少见到这种镜头，更多的是可能被越塔什么的。来看一下赛后数据面板，14分钟03秒结束的。
整个的经济曲线上很直观的反映出来，优势是一步一步滚大的，是那种标准的滚雪球的局。是，然后每一个位置都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作用。那周周这一局很明显就是我扛压位啊，而且他虽然不用限制什么阿卡丽什么的，但是阿卡丽这一局确实也整体没有发挥出来。对，阿卡丽尽力局吧，只能说。然后对面来看的话，无论是坤坤在中路给到线上的压制力，然后打团时候的持续输出能力，还是说卡尔玛配合着豹女本身就比较灵活滑溜的2个人，在中期给到的就是那种对线的压制力，线上的人压力很大。然后这把的 MVP 可以看到3-1-5的牛牛2票，还有1票给到的是辅助位置获胜方俱乐部。这把14%的伤害占比，72%的伤转，参团率57%，不算是特别豪华的数据，但是整体节奏上来讲的话，豹女给到的压力是很直观的。对，就我们现在的比赛里面，我觉得打野这个位置能不能打得舒服，能不能发育起来，其实直接影响了整场比赛。因为我觉得打野这个位置带节奏的能力真的，我觉得这个赛季太吃打野了，相当吃了。阿卡丽的高光这一波，对，还是我们看到一些新面孔、年轻选手，他的操作上限会非常高。哇，伤害还是爆！小海豹这里犹豫了2秒，发现还是送塔吧。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人头给到卡尔玛确实是最赚的。卡尔玛这把的反手打的也很好，基本上每一波对面想要去线手上来的话，都会被他进行一定的反制。但是有点遗憾的点，我看刚刚也有人点出来了，这一把没有一波特别像样的团战，好像每一波都是就是人数上至少差个2、3个。对，有人数差，或者是本身经济差已经拉得很大了，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其实经常看 TT 的比赛。他们比赛很容易在这个第一波资源团前就把一些经济拉开，因为它小规模团很多。对，尤其是选到这种组合了之后，他们在前期给到的对线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也说，现在就是我们英雄联盟手游里面，其实前期的对线期持续的时间会比较短，对，尤其是你常规的下路2v2，它会在很早的时间点换到中路，所以你想在前期对线期就拿到足够大的优势的话，对于有经验的队伍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你像 TT 就经常，你可以看到他的打野神之一手，莫名其妙给上路来一波，给下路来一波，前期的人头就有了。对，然后包括 FP 这样的团队也是，他们在换线的节奏上，感觉是领先一些的。然后，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想看那种5v5的大规模团战，其实我觉得 RV 啊、FP 这样的团队可能会看到的更多，因为他们可能相对会更稳健一些。但是你看到TT 这样的团队，我前期有优势，我就狂跟你。就打架就行了。对，对，所以抓边就完事儿了。当然，我觉得对于 SS1 来说，第2局我觉得他们在 BP 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嘛，因为他们成长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最近，我觉得最近他们经常可能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先拿个1分，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第一步了。绝对是第一步了。然后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SS1 也不出意外的在第2局选择了蓝色方，两边不换边，可以期待一下这个1选。其实上一局的整体阵容上来说，选的倒是没什么问题，可能你要抓问题的话，就是稍微保守了一点这个阵容选的。就是魏加上波比，而且对面的加里奥这一手对他们的阵容可能会有一点打乱他们的节奏，是因为2手强开嘛，选出来了之后。然后努努在这种劣势局里面也没有办法去做到什么那种特别主动的事情。他虽然在野区很强势，但是他毕竟相对还是偏功能嘛。所以看下一局是不是选择阵容上来说的话，可以再放开一点。尝试性去选一些对线能力更强，然后不要太追求那种极致的容错率，因为其实你看前面魏加上波比，然后再加上那手霞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点偏保底的那个方向去走了，就是打团的时候不想出失误。对，打团容错率高其实是一个对的选择，但是对面不给你打团，对，直接抓边把游戏抓结束了。
对，我觉得咱们正常就是这个比赛，其实不是说你线上我对线我就能对赢的。正常来讲，你肯定是靠打团，尤其是一个大规模团，或者你到大龙的时候，到远古龙的时候，那种决胜负的时候，你一定是要靠打团赢的。但是确实有一些情况下，像 TT 这样的队，他不会给你到那个时间的机会。最近看到有一些队伍，比如说弱队打强队，积分低的打积分高的，他们会选择到那种可能上半区强势一些 ，AD 选一个小火龙。对，然后那个小火龙挂中路，就是我不出塔，有点像之前吉格斯的那个打法，有大招就放大。对，我就自己在那儿叠，一直叠到后面的时候，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就4保1或者3保2的这种阵容的话，到了我的时间节点，我再开始。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自己这个阵容一定有打团的空间。前期上半区加上辅助，你们去支棱一下，然后小火龙整个的前可能1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挂在线上去猛猛发育，然后打团的时候我跟一跟，不要去。就是露出来身位给对面开就可以，然后打到后面有一个小火龙托底，这样的选择感觉也还算可以。是，而且最近大家用小火龙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而且有些效果也不错。当然我觉得还需要试验嘛，因为小火龙这个英雄在比赛里面的话，目前的胜率可能是一个5-5开的情况。是，就不算特别优质的一个选择，但是还行。对，还不错，是大家新找到了一套思路。至少打到后期他是厉害的。别的 AD 的话，有一些队伍可能还是求稳一些吧，打我们版本主流的那几个，什么 EZ 卢锡安就不用说了，然后飞机、女枪、霞这几个差不多。看一下，来到第2场，看一下第2局红蓝方不换的情况之下 ，BP 上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或者打前期的强势？上把优瑞游戏体验应该挺差的。就是在下路正常对线，突然间接了一波，发现对线期结束了。我感觉最近的比赛，优瑞的游戏体验都不是特别，对，都不太好。开心海豹还是挺开心的，而且他打的真挺好的。对，看得出来是个人能力在操作端比较强的一个选手。敢玩敢秀。哇，你看他现在还是很开心啊，从那个画面里可以看到。人如其名，开心海豹来了。蓝色方 SS1， 红色方 TT， 依旧是这样的红蓝方的一个分项。安倍萨、青钢影，另外一边的盲僧和时光也跟上一局的前4个班位继续保持。像青钢影这样的英雄，感觉不太能给到周周或者是维新用。我觉得跟他们对打的话，就真的很容易搬青钢影。我看有兄弟在问拖不住怎么办？你就选前期对线厉害的英雄啊，选厉害的英雄跟对面碰，你赢一波就有资格往后拖。对，亚索。所以很多阵容上，为什么我们说前中后期都要能保住？最后一手班位，位上一局是已经烧掉了。但是两边上一把也都没有去考虑泰坦这个点，搬赵信。最近纯输出流的赵信好像比赛效果还不错，把瑞兹放出来了之后 ，SS1 直接拿到了瑞兹。EZ。这很舒服啊 ！TT 上一局拿鲁现这一局拿EZ。而红色方比较优势的地方嘛，你现在开出来的 open 出来的这些优质英雄比较多。优先级高的话，我就从里面总能拿到一些比较好的组合。格温，先给周周保一手格温。当然这个格温也有一点点可能性是维新用。先选葵桑瓶。万金油吧，有点像。但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稍微有点高了，优先级。对。因为还有挺多我觉得可以去看到的英雄。奎桑尼最近的比赛选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不过 SS1 也是懂的呀，上一局把努努和魏都给烧掉了。飞机。飞机。因为现在不选飞机的话，可能搞一手巴德加 EZ 的下路组合。先选奥拉夫。先选奥拉夫，那辅助往后放，觉得开出来的优势辅助还是比较多。巴德、泰坦。好多。好多。只能说太多了。TT 这一把应该是打拉扯的居多，因为他们奥拉夫加上格温这2个点可以把布隆搬掉。布隆搬掉的话，永远有一手位置是留给奥恩的。对啊，你这个英雄现在优先级很高呀。但是泰坦也还在。
有点犹豫了。这个时候，因为他自己也都搬辅助啊，没有搬了男刀，还是奔着牛牛这条线上面去给点压力。这也是牛牛招牌英雄。确实，你还是要防一手野区被压力给的太足，因为 TT 这边其实他们前期如果线上有线权，打野再给的压力太足的话，左边真没法玩。是的，泰坦翻掉。有兄弟在聊，我记得上一局说的是女警，然后刚刚说的是薇恩。咱们比赛当中很难出现 ADC 去打上单，就是英雄联盟手游的比赛很难很难。因为这个版本可能上单偏蓝领一些吧，巴德还是要选，他们这阵容拿巴德不要太舒服，进可攻退可守，太全面了。而且那个通道有的时候对奥拉夫这种英雄就不吃控的，我可以保证落地一定能给到你后排一定的压力。是的，而团战里面的作用也很足。剑魔有点普通。而且他们好像没什么位置去选了吧？还是说辅助奎桑提啊？拿剑魔的话，有可能是要去走辅助奎桑提了。但我真感觉辅助奎桑提比赛的表现挺一般的。我在比赛里面好像还没见过辅助奎桑提。我们之前那个艾杯的时候有出现啊，不对，艾杯回来的时候，对，赛季初期的时候有。皇子。人马可以啊。人马，就没有打野了。人马是好选项。他们这个都往里冲的嘛。而且这个一个大定住，然后格温进去开捡，人马直接倒进去，奥拉夫开个大诸神黄昏往里冲。这个阵容其实是冲击力挺强的，而且后排这个 EZ 不太用管。这个打团。怎么说，兄弟们，是不是专业要打到公屏上？就是看到剑魔出来的那一刻，这个奎桑提就已经盯在了辅助的位置上。那右边的阵容你看下来的话，他可能双 C 都有点吃发育。其实 SS1 是一个比较立体的那种打团阵容，不过看起来有点容易被溜。这英雄都有点容易被溜，因为右边是那种很滑溜的组合，就基本上你像奥拉夫，他虽然没有位移，但是他不吃控。然后剩下的几个，要么有个格温的圈儿，然后要不然的话，人马其实也很灵活。EZ 和巴德就不用说了。你想打那种非常非常阵地的5v5的团战的话，其实像皇子、剑魔这种英雄打对面真不太好发挥。看看吧。对 SS1 奎桑提辅助啊，刚刚这个分线不是已经分完了吗？剑魔上单，皇子打野，中单是一手瑞兹。看一下他们这一局这套阵容怎么发挥吧。新之刚奎桑提，TT 的阵容实话实说就是要更好一些。但是 SS1 这个你如果不看 TT 的，你会觉得其实还可以，也挺好的。对。不过也跟上一局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阵容有点偏稳健了。但我觉得 SS1 选阵容就很。风格很明显，就是我在打团的容错率高，比较格式，就是双 C 一定是那种就是中后期能力还不错的，然后另外的几个点承担开团的同时，会选坦度还可以的英雄。对，就是一看打团就是还是有画面的，而且画面挺好的，我觉得。我们无畏征召模式啊，第一局用完的英雄，第二局是不能用的。而且跟之前的赛季相比的话，我们还有一条新的规则。之前我们的 BO5 的对局，如果说你打到第5局的话是盲选，是就是所有的英雄全部开出来。但是这个赛季也做了一定的变动，就是全部无畏征召，打到第5局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前面的英雄不能用。对，因为我们手游现在上英雄的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就是你现在打到第5局也有很多可以用的点。大家觉得？比分如何？现在是 TT 已经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可以预测一下啊。我看有人已经在预测已经2比0了，而且刚刚 BP 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说了。对，右边阵容上行也很舒服。剑魔打奥拉夫，
主要我们最近看到瑞兹打格温的对线，对于瑞兹来讲是很舒服的一个对线。对，而且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嗯。这格温当前版本的 T 位没有之前那么高，可能也是因为更多的走到中路的位置，因为上单要稍微肉一点。哎，下路来包了，4包2，但是格温也在赶，走的很快啊，慌了一下，哎，好走位，扭了皇子的2连。格温也赶过来了，不过都没什么蓝啊。青山那边已经蓝你空了，上路同时来了一波，你动我的下路，我动你的上路。萌七那边已经交下了自己的一血，周周被打了一波残血锁在塔下，正面他要面对的是4个人的包夹。坤坤过来想要帮一下忙，塔下很难去换走别人。反倒是自己进来了之后，这里也面对着被包的风险吗？直接开车走，得走了。哎啊，想要去留不了。整个队全带走了。好车，太好了。因为其实我也能明白他为什么打这么久，因为他们上路那边毕竟产生了人头，所以下路这边必须要用这个时间把优势打过来，至少弥补过来。对，刚刚其实挺想留的，但是没留住啊。只能说巴德还没到等级。巴德刚刚如果说有大的话是可以的，上路又来了萌七，这里2、3、4再被照顾一次。牛牛扛完塔了之后，哦不对，这是刚刚那波的回放，不好意思啊。但是刚刚这一波打完了之后，奥拉夫拿到1颗人头，这个上路的对线剑魔就有点难受了。啊，从头开始就有点没法打。格温能赶过来吗？格温过来的时间有点慢，不太够了。追不了了，而且刚刚皇子其实也在中。这一局双方动手的时间都很早。很快。现在想入侵野区，过来反一下牛牛的野区，反完了之后直接是把人马困住，但是巴德交大也进行了一波反手，周周过来，这波应该是想先保人走的，但是周周自己有点危险，坏了，人马开大招进去，周周一丝血脱开了，没走，哇，被皇子扎了一下之后一丝血逃回到家里。SS1这把打得非常的主动，对，太主动了，他们就应该这样去打。而且这样打完之后，你知道周周在中路狂支援，因为你周周选择的是一手格温嘛，他如果一直支援的话，其实自己的发育会掉点的。是的，因为周周动不动就要去帮一下队友。对的，这把 SS1执行的策略就是在前期不停的给你野区上压力，因为牛牛一定是在 TT 的目前的点位里面比较吃他节奏才能够赢的这么一个点位嘛，你前期就多针对他。皇子这个位置，你看格温也得不停的过来看。皇子现在有大招，就来引你野区逛一逛。周周就直接来上，想要去留，不过位置稍微差了一点。怎么这一局感觉周周打得这么别扭？还真是啊。他像是那个莱克尤的辅助，有没有觉得？加里奥战术。对。他得一直去游帮队友，但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吃发育的格温。是的。压力好大呀。SS1现在是有一点点的经济优势，然后前面的一个人头在飞机的口袋当中，而且飞机和瑞兹也是这一局他们需要最快养肥的2个 C 位点。现在双人路都来到了中路。在对线上也产生了看一下人马的位置，要来找了。开心海豹直接吃了一手恐惧，推到奥拉夫的脸上，斧头减速到了，想走被敲了一下，差了一点点血量给他锁。锁住了。上路开墙不杀。然后这个技能交的比较快，应该是想要第一时间用伤害灌死，但是没灌死的话。奥拉夫本身没什么控嘛，人马的控用光了的话，就确实是可以走的。而且主要是资源刷新了呀。交闪追，有斧子了，但是大招结束了，金柱起身的斧子应该是刷新了，不过来不太及，2个残血都脱开了身位。尤瑞上来想去把维新追死。差了一点伤害，哇！自界丝血锁住了，他那个位置看着还惊心动魄的，好极限，全锁住了。牛牛赶紧找机会把野区的中立资源控一下，就来打小龙，然后另外一边皇子在动先锋。
哎，这把打得很好看啊，在前期两边难解难分。对，拉扯了很多，然后上下资源大家各一个吧。是的，经济端也差不多，就这种对局是最好看的，也是现在我们最近的比赛当中很难出现的军事。对，而且发育到后面的话，也都有机会上路，直接瞬间秒掉，而且这个防御塔因为被先锋推掉了，也没有办法去守。嗯，维新这波回头好像把自己搭进去了，开石像鬼很肉，但是等一下队友来，直接盖下来了之后困在原地，画地为牢了，走不掉。牛牛来了也没太大办法，而且飞机在中路。坏了，这两波转完了之后，中塔如果再推掉的话，就难了呀。对于 TT 来说，而且还在看上半区的野区，这个红 buff 牛牛誓死要守住，直接往回推一下，再配合着巴德大招原地留住 ，EZ 就在旁边，可以给到伤害，不过没有压住优瑞的起身，让他把位移交上来之后往后拉了，正面收掉了一个开心海报，还行，也做到了一些事情，还可以，但是没有重力资源可以拿。对，现在 TT 急需的是一波，比如正面的小工作团战赢下来了之后，能拿一座中塔或者说是上塔去解锁一下对面的野区。看萌七把上路防御塔也拆了一下。而且 EZ 和巴德现在站中线能游走的频率没有刚刚那么大了，因为现在中塔只剩下592血。随时面临着被推的风险。这个中路得站好多人，除非放塔，放塔的话又比较危险。巴德身板太脆了，被挑了一下，直接结果死。来下路，冲上去，萌七一丝血，又会在拉满的找。牛牛发力了呀，开始想推点塔，但是张萌来了。还可以，我觉得双方都是稳中求进啊，有来有回。对。包括其实 SS1 刚才也很稳健，他们在上路放的这个先锋，然后再辐射中路的防御塔，看着打得很激进，但是这有点稳。巴德是先把破盾出了，看一下，打得也比较凶啊。青山前面被挑完那一波了之后，现在心里面应该在想，我这把一定要 C， 因为前面还空了一个大在下路。哇，这局 SS1 有一点点的领先，虽然说小龙在 TT 身上。不过现在经济上面是有一点领先，而且他们的阵容在中期主动开团的能力比较强啊，大招控住了，接一发 Q， 想看这个防御塔，队友没办法跟，因为蓝色方 SS1 的人更多，所以这个中塔还是得让的。对，而且 SS1 走的这个位置就是来拆你塔的，我也没有想太多去跟你交战。感觉 TT 现在想要去主动做事情的话，人马第一时间一定要在中路朝向开，踩的是谁？直接恐惧回来，优瑞再吃一发精准弹幕，身后有一个青山闪现过去，交一技能想要去留人，但是周周的手稍微有点短，没有办法跟后续的输出，优瑞成功逃生。哇，好极限！而且苏米有这一波极限保队友，保住了。SS1 的优势还在，他们现在也想借着自己的优势期，尽量去滚雪球。不过 TT 的防范意识比较到位，对，没怎么中招，而且在每一波对面的就是进攻回合结束了之后，他们都会紧跟着去找自己的机会。而且我觉得第二波如果说小龙团那个位置能开起来的话，其实右边的阵容。SS1 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好接。这个小龙对于 TT 来讲的话，是扳回优势的机会。对，第一是，第二条小龙是他们的听牌龙。第二就是在这个地形里面，他们打的会比较舒服，但是上路已经开始动先手去针对一下萌七了，不过没留住，而且奎桑提和飞机已经过来支援了，那这边 TT 得往后撤一撤。想绕，但是也很远。先控个 buff， 青山过来，凯文过来稍微留一下，可以打点 SMY 的状态，不过有狂徒也能回。张萌算了，放弃。放弃第二条小龙的争夺，因为毕竟大龙要刷新了。如果这个时候掉人的话，真的影响到局势的。纳什男爵登场，两边都在尽可能的稳住发育。TT 的重中之重还是在想办法找一波机会去推对面的防御塔，毕竟现在防御塔的比是3比0。就是红色方的3座位塔全部被推掉了，但是蓝色方的塔甚至都还很健康。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说明 TT 还没有提这个防御塔的款。
另外一方面是，其实对位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主要是在飞机这个人的身上。对，而且差的基本上是塔前。嗯，打野和 AD 2个位置。奥拉夫回去补一波。这个大龙，双方都很警觉。人马也要回去，那这个时间点 TT 最好先不要动，等人马吧。嗯。人马这把也是纯暴力流的出装，3线磨切之后去补破甲，然后还是要处理一下兵线，因为兵线的拉扯会影响很多。交闪了，交闪但好像还是不太好走，直接进塔哇，差了一点点。我当时不过这个禁住了，有可能还是会被手持。嗯，我当时在想说，这不能也锁住了吧？确实有点难。下路攻击，又是你吗？但是大龙怎么办？这个大龙好像打野距离确实有点太远了，只能 EZ 做一下非常难的尝试。开车来到中路，巴德直接开车往后走，但是在进入到这个洞口的时候，已经吃了这个瑞兹控制。微星这能回去吗？走不了了。啊，那这个闪现也没必要交啊。嗯，有点怪了。现在，但经济没拉开，主要看这个龙能推到什么程度。哦，不过借着这个龙的话，感觉所有的外塔都要掉了。SS1 这把难道说要支棱起来了？进入弹幕刮过来，格温捡到了，而且人马可以去做一个收尾，先逼出皇子的金身，旁边只有一个萌妻，那应该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下来，直接往后走。哎，但有响包。风走位的一个大招，不过没有留到人，但没关系，身后有防御塔还是能走的。嗯，这个包的位置稍微有点慢了，没包住。正面打野张萌的阵亡也稍微阻断了一点点 SS1 在拿到大龙之后往前推进的步伐。嗯，就是把这个经济相当于让 TT 稍微稳了一下。嗯。哇，这哎，奎桑提还回家吗？感觉队回不了了呀，这得过来救一手，不过有点慢。嗯，那这样的话，其实 TT 缓了很大一口气啊。他说大龙拿的怎么还没拿大龙？感觉有点冷静。对，而且你看经济差回来了。哦，就是这个大龙，我们如果说有那个就是拿到大龙之后的经济显示，对经济显示的话，它是一个负增长。对，它这是负增长。嗯。从4000多变回到2000，还是这2波吧。上野推进过程中被抓到了。其实这个时间点还是 TT， 就是他们有点贪了。包括维新，你看在这个位置回城，也给到了对面的机会。嗯。但是呢，本来以为是一个无比完美的推进节奏，然后拿完大龙了之后，就从打野到上单连续被抓死2个，发现对面的2塔现在上中都还健在。对，皇子要过来开框了，霸德大招终于禁住了一个，但是奎桑提一个人挑到了身后，奥拉夫第一时间已经被集火掉了。另外 EZ 和人马还在中路推进，下路收掉了一个上单的人头之后，萌妻人头也被做了一个互换，那这波的推进节奏又是没什么节奏。第3条小龙，元素亚龙登场，再动了，直接打，要吸取上一波的教训。在瑞兹有大的时候，不能队友站得太近了。你看这一波就有防范了。嗯。SS1 想要故技重施就有点难了。感觉双方又僵持。嗯。主要最大的问题是，就是 TT 这边的周周的发育太差了。如果不是他前期，我觉得包括这些连锁反应里面他的发育差的话，其实 TT 的阵容现在有点好打了。哦，对的，但是这把 SS1 前中期打都非常好。对对对。哦，他们只是在拿到大龙了之后那一波节奏有点差，但是剩下的节奏还是把握在自己手里，以及现在虽然说优势没有前面那么大了，不过还有。他们前期，我感觉他们前期打那么好的情况下，直接把周周给拉扯到了。嗯，周周这把的发育严重受损，这格温发育严重受损。看一下这波，大龙附近都很谨慎，因为
中上的防御塔蓝色方都还在，所以现在是一个进攻回合。牛牛这里被巴德一个金身罩住了之后，旁边全是人，还是走不掉。对，人都交掉，而且队友的站位稍微远一点。巴德技能空掉了，优瑞的血量有点低，上来想去打，那逼掉了优瑞的一个闪现，状态很差。奥拉夫已经冲进去了，但是有一个瑞兹的车原地留下了一个 SNY。 想要把它卖掉了，不过身后怎么还有一个蒙七啊？哎，好像从很远的地方绕过来，这波想要去换青山也没换掉，这。那一波张萌已经决定要走了。对，他们是有的人想走，然后蒙七绕过去打，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蒙七绕过去的第一时间，他们本来的角色是打的，毕竟牛牛是先倒的，而且张萌当时状态太差了，他得走。那状态太差，主要是那个精准弹幕刮上去之后，大家的血量都被消耗的挺多的。优瑞当时的状态也很差。 这波协同做完了之后，就是被打了一套比较多的状态。那好在这一波打完之后，这个龙还是动不了，要等人马复活。人马活了，但是皇子也活了，这波要速动。皇子还在路上，正面留住了，看一下先去集火，开心海报，瞬间被秒，人马冲进去，优瑞被逼走了之后，皇子也交出自己的2连往后面去走。此时此刻踢过来了一个蒙七。 哇！中断了 TT 想要打大龙的步伐，龙暂时还是不能动。两边的经济人头咬的其实都很紧。还是得带兵线。维新现在带线得稍微小心一点了。对，但你这兵线得清出去。收一下野区。现在谁抓边，就是一旦露出了破绽的话，都是很致命的。 红色方继续过来去动一下大龙，趁着你开线海报没有复活，飞机的位置有点远，但是有一个绕过来的奥拉夫已经绕过来了，绕到身后，那这边先打人再打龙 ，SMY 的血量很低，已经被第一时间逼走了。蒙七和张萌在原地的状态也很差，只能2个方向逃窜。现在走掉了之后，优瑞被2个人夹击 ，SMY 被2个人追击，全都走不掉啊！一波非常完美的团战，打完了之后只剩下开线海报。 想要过来做收尾啊，一个人好像有点独难，只不过整体的状态上来讲不是特别好，有没有可能被6死啊？这要是继续追的话，对啊，你这对面那么多人，没必要。周这波上的其实是有点没必要的。等等吧，这个远古龙又刷新了，提前开青山交闪现往后走，有墙吗？ 有墙。其实开心海报，对，开心海报想的很简单，不能让对面打龙。我追死一个就可以了，但是看人马在干什么。坏。人马在干什么？有没有反应过来 ？solo 龙。这里是没有视野的，奥拉夫也在往这边走。但队友来了就知道在打龙。开心海报已经过来了，一个视野探出来，但是正面已经骑虎难下。不过吃了巴德的控制，这一手好阴啊，直接阴死了。 但是皇子过来的速度够不够？600多血被人马拿下了远古巨龙。 哇，这个局势瞬息万变。现在是周还有5秒钟的复活时间，开海报30多秒，拿下远古龙了之后，正面是一个人多打人少，可以直逼大龙。皇子急死了，就差一步。差的还是有一些。对，那一步直接把你拒之门外了。 对 ，SS1 还是做不到吗？这把前面已经打得非常好了，而且在远古龙加持下，这个大龙也没法打。但 TT 的底蕴还是强。这把在中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几个点位对于那种局势的判断都特别的完美。就是无论是人少打人多，还是说每一波什么时候判断追击，他们的团战操作是更好的。剑魔去带线了，把皇子给 骗走，原地禁住了之后，起身旁边全是人，跳到龙坑里面了之后，也没有办法去争夺这个大龙，因为正面龙坑里的人已经停手了。格文回来守下路的兵线，那正面带着双 buff， 可以为所欲为了。是的，那这一波真的很难防守了，连给皇子进去逞一下死在里面的机会都没有。剑魔和瑞兹带中上的线想要去断一手，但是这里被留住了，开心海豹走不了了，马上被斩掉。上中在断线的路上都被击杀掉了，那正面带着兵线往前推了。
前面如此难啃的中塔和上塔也要在这一波全部被推掉了。是的，复活时间还有超过半分钟，奥拉夫带上，剩下的3个队友在中路去带，格温牵制下线，高地已然岌岌可危。冲过来了之后，看一下巴德大招是空掉了，但是皇子在自己天幕地里面开启了金身，再交闪现往外去拖，正面甚至不用管人，直接拆家就完事儿了呀。毕竟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将近22分钟，带着大龙 buff 的兵线推进过来，终结了这一场哇硬仗。恭喜 TT 2比0拿下胜利。哇 ，TT 的底蕴还是在啊，还是在的。对啊，在面对其实前期有一些劣势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运营，然后包括自己整体的我觉得更灵敏的是嗅觉，他们在什么样的机会里面可以抓，什么样的时候，然后让自己的阵容能发出更多的优势来。对的。但实话实说，这2局可能也暴露了 TT 在这个赛季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前期其实做的不够好，跟自己之前相比啊。对。后面是经常能够出现这种你通过团战，然后通过那种抓机会的能力赢下来，但这样你在面对 FP 的时候，可能还会像之前存在的那种问题，就是你前面如果说打那种特别强的队伍，你没有拿到节奏的话，到后面的时候 FP 不犯错怎么办呢？对吧？我突然在想一个点，就是 TT 可能现在需要想一下如何击倒过去的自己。就是他现在其实可能已经是一支成熟的队伍，他的运营其实很强了，然后包括他打团能力也很不错，但反而变成了问题出在前期。他以前是前期最强势的一个队伍。是啊，但反倒是这个赛季可能稍微有点变了，不过也期待他们能够找回那种状态吧。因为我们实话实说。他们现在打的这种比赛，就可能到后面找机会去翻盘，从观赛的角度上来说是很好看的。是的。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队伍来说是很难受的。当然 SS1 这一把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也比较可惜，因为他们打的真的在前期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但在终结比赛能力以及在中后期的团战上面看出来有所欠缺。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前期的那些抓机会的能力，包括给 TT 创造的一些困扰，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拉扯到了 TT 的。对的。对自己阵容的前期的优势发挥的也很不错，只是中期有一些可惜。我觉得对于 SS1 来说 ，SS1 毕竟瑞兹被抓过，然后剑魔被抓的更多一些。我想想还有谁？奎桑提打到后期，他每一波找的位置，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巴德那样很远的就起到效果，所以这个英雄他本身你打到大后期的时候身板又不够肉，就没有中期看上去那么主动。有点没办法，看一下赛后的面板，21分54秒结束的这把输出最高点是坤坤 ，EZ 打了4万多的伤害啊，很高。当然左边我们整体看下来其实也不错，主要最可惜的我觉得还是张萌和萌七他们在拿到大龙的那一波，然后出现了就单点掉人头的情况。否则我觉得那一波如果经济再拉开一些，可能也许有机会。萌七这一手剑魔确实要想一想，到后面的时候，就感觉他很多时候有点游离，有点游离了。8-1-7，牛牛拿到了 MVP 24的伤害占比，79的参团率，167的伤转，也是3票全中。这把人马是在前期 TT 比较劣势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再去寻找机会、寻找节奏，而且他真的确实是做到了。对。而且这个伤害转化率非常高，167%。还是底蕴在，就真的瞬息万变，直接双龙会。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 SS1 这边就有些地方处理真蛮好，但我觉得感觉中期会有一些时间点上，就萌七站的位置会让你意料不到。对，意料不到，尤其是上路那一波，就是正面4个人追4个人，然后后面有一个再追4个人的剑魔。那波追进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面队友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了。对，我之前比赛里面也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就是在有优势的情况下，有些时候他的站位或者支援会，有些时候迷路。皇子前期有几波打的还是可圈可点。对。但你看这一波就已经完全乱了套了，就阵型被打的无敌分散。那我觉得，但对于 SS1 来说，最好的是他们至少走完了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前期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对的，和一些方式。那至于中后期怎么去处理，这波巴德阴的也好。这个远古龙一拿下，确实你看那么近那么远，对，就在旁边，进不去，差了一点点的时间。
感觉就差了1秒啊，2秒1、2秒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一定已经光速的在往远古龙坑走了，但是顺序上差了一点点。但也没办法嘛。这个 TT 也算是在那个时间点找到了比较，我觉得比较极限的一个完美翻盘点吧，算是。对，就是最好的翻盘方式，就是我们想，如果 TT 前期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他如何用最唯一的答案去翻盘？远古龙。想了一下这一条路线，对。开小包当时的压力一定非常的大，因为队友一定在说赶紧过去看一下，对面在打，然后你走过去了之后，啪，罚的控你一手。而且我觉得其实远古龙那一波的处理，当然团前他们只剩下1个人了，其实拉扯对面就靠自己1个人去拉扯对面那么多人的血量，其实是对的，对吧？但是不过他没想到被控了，对，但是吃个控就没了。对，后面没办法，是因为他们又去下路打那个远古龙，但我觉得最终可能问题还是出在拿到大龙的那一波吧，中期如何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胜势？是的，就是滚雪球的时候，你怎么样把雪球滚得又大又圆，对吧？我感觉这是 S1 欠缺的，就是 S3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他们赢的时候，其实看得出来前期这些小将操作的能力是绝对够的呀。所以中后期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不过今天依然打了非常漂亮的比赛，然后同时的话 ，TT 再拿1胜，然后现在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一步一步的跨过高山，然后去继续往着像你说的去挑战曾经的自己，对吧？对。期待他们交出更亮眼的答卷。然后同时赛后我们也看一看有什么要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刚刚获胜的 TT 队伍，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小七。好的，也是感谢2位解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赛后评述。我们也是欢迎维新来到我们采访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TT 上代维新，也是欢迎到维新啊。今天其实赢下了比赛，然后非常的丝滑。那对于 TT 而言，最近的这几场比赛都是比较轻松的赢下了，然后积分也前进了很多。然后此时此刻维新的心情怎么样？就一直连胜吧，最近，然后就比较开心。这个一直连胜，希望也可以继续下去啊。然后呢，其实很多召唤师在我们看比赛直播的时候一直在发一个问题，就是昨天的比赛维新人呢？维新在哪里？然后结果我们也发现了，昨天其实是青山带走了你的上路位置嘛。然后呢，你有没有给到青山一些关于上路的小思路，或者是你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分享给他？就给他一些那些对线的建议吧。然后青山他是这个版本的坦克，他玩的比较好。他之前也玩过上单，就让他上去试一下。玩一下坦克的打法。是的，感觉昨天的比赛这个化学反应也很好。当然，今天你回来了，我们熟悉的那个 TT 的节奏，也是回到了大家心目中。好的，来问一下，因为有很多喜欢你的召唤师是特地，可能是从外地来到我们线下来看你的比赛，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做了你的小卡来给你们支持嘛。然后有没有什么话对喜欢你的召唤师们说呢？就被人喜欢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吧。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祝大家一切顺利，天天开心。没问题，被大家喜欢也证明了我们 TT 这支战队的很多选手在赛场上的一个精彩发挥表现，吸引了很多喜欢我们英雄联盟手游的召唤师嘛。然后也希望我们关注到我们手游的所有的召唤师们也可以天天开心。好，那也问一下，现在目前对于 TT 而言，联赛积分第2是仅次于 FP 的，而且最近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啊。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对于维新个人而言，你这个夏季赛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要突破的地方？就是这个赛季对于我们 TT， 虽然说我们是积分第2，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相对曲折的一个赛季，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积分第1。是的。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在开赛前1个月状态都很差，状态不太好，然后没有适应新版本的节奏。然后我是属于就这个游戏上单对线没人打得过我，但是就是这个版本的运营思路我有点不太适应吧。然后就希望后面能把这个版本的运营思路练好，然后把坦克练好。然后我们的目标只有冠军，然后3年我们决赛还是会夺冠的。好的，我们也收到了维新，真的是职业态度非常好的一名选手。然后确实这2天的比赛也看起来以赛代练的一个情况，也让整个 TT 回到了正轨，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好的，也是非常开心维新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那我们赛后采访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精彩比赛马上回来。